你有冇諗過一件事？有錢同有福好可能係兩回事。你去醫院嘅高級病房行一圈，住喺裏面嘅人個個都唔差錢，但係如果你問佢哋覺得自己條命好唔好，好多人會苦笑住搖頭。你再去富豪嘅豪宅區睇一睇，有啲人坐擁億萬財富，晚年卻過得孤苦伶仃。佢哋可以買到最先進嘅病床，但買唔到一個安穩嘅豪哥。佢哋可以請到最貴嘅工人，但請唔到一個真心願意陪佢哋飲茶傾偈嘅人。所以我要話俾你知一個扎心嘅真相，60歲之後你身上如果出現呢幾個特徵，先至係天生好命嘅真正標誌。你唔使去揾人算命，亦都唔使去排八字。你而家就可以對住塊鏡照一照，再靜落嚟回想一下自己嘅日常生活，答案早就擺咗喺嗰度，你全部聽過，覺得好簡單好普通。但係如果你細心諗一諗，身邊真正全部做到嘅人少之又少，呢幾個特徵你可以中2-3個就已經勝過絕大多數人啦。如果5個全中，咁恭喜你，你就係呢個世上最有福氣嘅人。只係你之前一直冇察覺到啫。喺講呢幾個特徵之前，你要先明白一個好重要嘅概念，點解偏偏係60歲成為人生嘅一道分水嶺？喺中國傳統命理學裏面，60歲代表一個完整嘅甲子循環，天干有10個，地支有12個天干同地支兩兩相配，由甲子開始到癸亥結束，一共60個組合，行完一個大圈，然後回歸原點，重新開始。所以古人將60歲稱為發甲，亦都叫歸元。呢個歸元嘅意思好深奧，你由出世到60歲，人世間嘅酸甜苦辣、悲歡離合，全部都經歷過一輪啦。你嘅生命喺嗰個時候去做一次根本性嘅總結同埋轉換。之前60年嘅因果都會集中顯現出嚟，你前半生積累嘅福報，到咗呢個時候就會以各種各樣嘅形式呈現在你身上嗰啲你冇特別留意嘅小事裏面。呢度講個好命並唔係命理書上面話你注定大富大貴或者命數冇得更改，恰恰相反，命理學嘅精髓從來唔係叫你認命，而係叫你知命知道自己喺邊個階段，然後做出最明智嘅選擇。呢度最核心嘅道理就係一陰一陽之外道，萬事萬物都有陰陽兩面，有動就有靜，有進就有退。一個人後生嗰陣時鋒芒外露，慢慢到咗60歲就開始進入收斂嘅階段。呢個時候你嘅智慧已經成熟咗，就好似樹上嘅果實由青變紅，正係最甜美嘅時候。你之前幾十年嘅付出同積累，到咗呢個時候就會以各種美好嘅樣子呈現在你身上。而嗰啲美好嘅表現就係我今日要同你講嘅5個特徵，我一個一個講俾你聽。第一個特徵，晚晚都能夠安穩入睡，一覺瞓到大天光。你可能覺得呢個特徵好普通，但事實上能夠喺60歲之後仲瞓得好嘅人係少數中嘅少數。你可以問下身邊嘅長輩，有幾個可以一覺瞓到天光？大部分人嘅答案可能係半夜2-3點就醒咗，然後望住天花板發吽癬到天光。有啲人成晚喺度輾轉反側，個腦唔斷重播各種煩惱，擔心仔女嘅婚姻，擔心孫輩嘅事業，擔心自己嘅身體一日差過一日，擔心啲存款夠唔夠買到百年歸老。有啲人係瞓唔着，有啲人係瞓唔落，稍微有啲動靜就驚醒，然後心跳加速，處於半夢半醒嘅狀態。中國有超過30%嘅老年人長期靠安眠藥先至可以勉強入睡。你仔細諗一諗，一個人點解會瞓得唔好呢？歸根究底就係心亂，你個心裝咗太多掛礙，太多放唔低嘅執念，呢啲念頭日頭嗰陣時你仲可以靠理智壓落去，但一到咗夜晚萬籟俱寂嗰陣時，佢哋就會好似潮水咁湧上嚟將你淹沒。所以瞓得唔好嘅人唔係身體出咗問題，係個心出咗問題。反過嚟講，如果你到咗60歲晚晚都能夠安安穩穩咁瞓一覺，呢個代表你嘅心係安寧嘅，你冇太多嘅遺憾需要喺深夜反覆咀嚼，冇太多嘅恐懼需要喺黑暗當中獨自面對，冇太多嘅負擔需要你喺度輾轉反側。你個心就好似一面平靜嘅湖水，微風吹過嗰陣時有啲漣漪，但好快就可以恢復平靜。呢種狀態就叫做心安。
心安嘅人係天底下最有福氣嘅人，個心安人咗夜晚自然瞓得安寧。你可能會話道理我明，但我就係有好多嘢放唔低。好多時候你以為放唔低嘅嘢，其實係你自己選擇咗唔放低，你擔心仔女過得唔好，但佢哋都成年啦，佢哋有自己嘅人生，你擔心有冇用啫？你擔心退休金唔夠使，但你每個月嘅開銷其實已經足夠。多餘嘅焦慮只係喺度消耗你嘅健康。你成日記住好多年之前人哋講嘅一句難聽說話，但講嗰句說話嘅人可能早就唔記得咗。你孭住呢啲嘢入睡，就好似孭住一堆石頭上床。點可能瞓得好呢？放低唔係唔負責任，而係你終於明白咗，有啲事你管唔到，亦都唔需要管。管得太多個人瞓得唔好，管得少個人反而一身輕鬆。所以如果你晚晚都能夠安安穩穩咁瞓一覺，朝早起身覺得精神飽滿，神清氣爽，咁恭喜你，呢個就係福氣。第一個特徵，粗茶淡飯都能夠食出好滋味。你聽到呢個可能會覺得奇怪，食飯有味道算咩好命啫？呢個特徵比你想象中珍貴好多好多。你有冇試過一段時間食咩都冇胃口，對住成台嘅餸提起唔到興趣？嗰種狀態喺醫學上叫食慾不振，但喺命理學上面佢代表嘅係一個人生命力喺度衰退緊。你對食物嘅興趣其實反映嘅係你對生活嘅興趣。你覺得餸菜香，代表你個五臟六腑穩坐正常，氣血流通暢順，心情平和。反過嚟，如果連食飯都覺得冇意思，咁對生活嘅其他方面都好難提起勁。但係你要聽清楚，趁我講嘅並唔係你要食得幾咁名貴幾咁豐盛，真正嘅好命唔係你可以食到山珍海味之後嗰種滿足，而係你食一碗白粥配一碟青菜飲一杯清茶都覺得好好好滿足好幸福。呢種能夠喺簡單事物裏面嘗出滿足感嘅能力，先至係真正嘅福氣，因為嗰個代表你個心好靜，冇被外在嘅花花世界搞到心浮氣躁。你條脷仲可以嘗到米飯原本嘅甜味，菜心原本嘅清香，但好多人個嘴早就被太多嘅味精同埋刺激麻痹咗，一世都嘗唔出呢種本味。真正滋養生命嘅嘢，好多時都係最樸素最簡單嘅一碗白粥養人，一碟青菜養生。嗰種滿足感係任何山珍海味都比唔上嘅。有個真實嘅故事係咁嘅，有位做餐飲幾十年嘅老師傅食遍咗天下美食，條脷早就俾各種濃烈嘅味道搞到麻木晒。退休之後身體出咗啲問題，醫生叫佢要清淡飲食，佢起初好唔慣，覺得白粥青菜味同嚼蠟，但堅持咗大半年之後，有日朝早佢照例食白粥，忽然之間發現白粥原來係咁香甜噶，有股淡淡嘅甜味喺口腔裏面慢慢散開，暖暖地流落個胃度，嗰種舒服嘅感覺佢以前從來冇體會過。佢望住對面嘅太太對眼忽然之間紅咗，佢話我做咗幾十年飲食，食遍山珍海味，到頭嚟先發現最好食嘅原來就係你煲嘅一碗白粥。呢個故事聽落令人個心都識喐，好多人前半生追逐好嘢，但條脷早就被麻痹咗，以至於拼命追求卻錯過咗最簡單嘅幸福。呢個導致好多人總係以為要大富大貴轟轟烈烈先叫好命，卻到最後先發現真正令你快樂嘅從來唔係驚天動地嘅大事，而係每日食好一餐飯飲好一杯茶，呢啲微小嘅日常先至係幸福嘅真正面目。所以60歲之後，如果你仲可以食得出米飯嘅甜，對住一碟簡簡單單嘅小菜，食得津津有味心滿意足，咁你就係天生好命，因為你仲有能力感受生活最本真嘅美好，仲有一副健康嘅身體去消化你嘅福氣，更重要嘅係你仲有顆感恩嘅心去品味呢一切。第三個特徵，身邊總有個人願意靜靜雞陪住你，呢個人可以係你個老伴，可以係老友，可以係兄弟姊妹或者仔女，總之就係一個唔需要任何理由，唔需要任何利益交換就願意安靜陪喺你身邊嘅人。呢個特徵你聽落覺得簡單，但你留意一下現實就會發現60歲之後身邊仲有咁樣一個人真係越嚟越少。你後生嗰陣時覺得應酬好煩，飯局太多，但係等你退咗休之後，你會慢慢發現電話唔響啦，飯局冇人約啦，以前圍住你團團轉嘅人一個一個消失咗，你個心明白嗰啲所謂嘅朋友好多都係建立喺利益上面嘅，你有利用價值嗰陣時佢哋一窩蜂湧過嚟，你冇利用價值啦，
佢哋就散到乾乾淨淨，呢個係人生常態，你無需太過難過。但正因為係咁，你先至要加倍珍惜嗰個直到而家仲留喺你身邊嘅人，嗰個喺你退休之後仲會主動打電話俾你，約你飲茶傾偈嘅人，先至係真正嘅貴人。佢唔係因為你有權有勢先親近你，而係因為你呢個人本身值得佢付出時間同真心。呢種關係經得起時間嘅考驗。情感裡的知己難求，呢句說話你到咗60歲之後會體會得特別深。你諗一諗，你人生裡面有幾個人仲可以講真心說話？有幾個人你半夜唔舒服可以打電話過去㗎？有幾個人你開心嗰陣時第一個想翻行嘅？如果你數得出1、2個、3個，你就已經好命啦。真正嘅年紀唔需要日日黐埋一齊，兩個真正交心嘅人可能半年先見一次面，一齊坐低就有講唔完嘅說話，亦都可能咩都唔使講，就只係安靜咁飲杯茶，睇下風景，各有各諗。嗰份自在係任何語言都冇辦法形容嘅，嗰種無聲嘅陪伴，甚至係人與人之間最高級嘅相處方式。你細心諗一諗，一個人如果活到60歲，身邊連一個願意安靜陪佢坐陣嘅人都冇，咁佢喺前半生嘅人際關係裡面一定係出咗某啲問題。也許佢太自我太自私，從來冇用心經營過關係，也許一世人都只係識得計算利益得失，從來冇真正交過心。到咗晚年，身邊嘅人走嘅走，散嘅散，剩翻佢一個人對住四面牆，呢種孤獨感係任何物質都填補唔到嘅。反過嚟講，如果你到咗60歲，身邊仲有人願意陪你散下步，陪你飲啖茶，陪你食餐飯，咁你係真係好命，因為呢個代表你這個人值得被陪伴，值得被珍惜。你嘅人品同真心喺過去幾十年裡面為你留低咗一份珍貴嘅緣分。你前半生對人真誠有情有義，呢份信任就會喺晚年結成善果。身邊有人陪住就係最直接嘅證明，所以唔好覺得一切係理所當然，呢個係你一世嘅修行換翻嚟嘅福報。你要好好珍惜嗰個陪喺你身邊嘅人，佢嘅存在本身就係你命好嘅最好證明。第4個特徵，仔女唔使你過分操心，呢個特徵可能係好多人最難做到嘅。你聽清楚，我唔係話你個仔女要幾咁成功，幾咁有錢，出人頭地，而係話佢哋能夠獨立自主，可以過好自己嘅生活，唔使你為咗佢哋擔驚受怕，操心到瞓唔着覺。佢哋有自己嘅工作同生活圈子，可以處理到自己嘅事務，唔使你日日掛心。呢個就係做父母最大嘅福氣。但好多60歲以上嘅長輩偏偏做唔到呢一點，佢哋對仔女嘅操心唔單止冇隨住年紀增長而減少，反而越嚟越嚴重。仔女30幾歲仲未結婚，佢哋操心結咗婚，又操心佢哋幾時生仔，生咗仔又操心佢哋點樣湊個仔，份工穩定咗又操心佢同上司關係好唔好，每一樣都要管，每一樣都要擔心。你可能以為呢啲叫做愛，但呢個其實係一種越界嘅控制。你越係想控制，結果你越係控制唔到，最後搞到自己身心俱疲，仔女亦都俾你嘅壓力壓到透唔到氣。你嘅責任係喺仔女細個嗰陣時幫佢哋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同做人嘅根基，咁你就已經做到咗你應該做嘅嘢。喺佢哋成年之後嘅路要由佢哋自己行，你要相信你自己嘅教育，相信你養大嘅係一個有能力有擔當嘅人。你可能會話我做唔到放手，要理解你嘅心情，但你要明白你對仔女過度操心，好多時候唔係出於愛，而係出於恐懼。你怕佢哋過得唔好，怕佢哋行錯路受傷，但呢種怕其實係你自己內心嘅不安全感。你將你自己嘅焦慮投射咗落仔女身上，以為呢個係關心緊佢哋，其實係喺度用佢哋嚟填補自己嘅空虛同恐懼。呢種操心對你嘅健康有害，對仔女嘅成長亦都有害。真正嘅智慧係放手，順應相信你嘅仔女有能力處理好佢哋自己嘅人生，順應相信你之前幾十年嘅付出冇白費。當你放低牽掛嗰陣時，你個心就會鬆翻開嚟，你嘅焦慮就會減少，你同仔女之間嘅關係亦都會變得更加健康。你唔會再係佢哋眼中嘅負擔，而係一位值得尊敬嘅長輩。佢哋會主動嚟探你，唔係因為怕你擔心，而係因為真心掛住你。
呢種出於自願嘅親情，先係最真實、最持久嘅兒孫，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做馬牛。你嘅仔女有佢哋自己嘅因緣同埋人生課題，你只係佢哋生命當中嘅一部分，唔係全部。你可以俾佢哋最好嘅禮物就係唔再為佢哋過度操心，將注意力放返喺自己身上，做個健康、開心自在嘅長輩。佢哋見到你過得好，先能夠安心去過自己嘅人生。呢個係一個家庭最好嘅狀態，各自安好，互相祝福。所以60歲之後，如果仔女都各自安好，唔使你日夜操心牽掛，咁恭喜你，呢個就係你命好嘅鐵證。佢證明咗你前半生嘅教育係成功嘅，你個家庭根基係穩固嘅，你個福德係深厚嘅，呢個比任何金銀珠寶都值錢。第5個特徵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特徵，即係你心裏面有一片清淨。你可能會諗前面幾個特徵你都佔晒，瞓得冧，食得甜，有人陪仔女好。但係如果個心冇一片清淨，咁前面所有嘅好都會打折扣。你個心立立亂，遲早又會瞓得唔好。你平常都沒事，但個心唔安寧，你好難真正滿足你身邊有人陪，但個心飄忽不定，連同人相處都會覺得焦慮。你個仔女好好，但你總係自尋煩惱，自然過得好唔開心。所以一個人到底好唔好命，最終嘅判斷標準只有一個，就係你個心係咪安寧。呢個唔係叫你出家或者斬斷一切事走牽絆，亦都唔係叫你成日打坐冥想做到六根清淨，而係一種好自然嘅狀態。你可以一個人安安靜靜咁坐喺度，咩都唔做，唔覺得無聊，唔覺得焦慮，唔覺得空虛。你個心就好似一杯清水，睇落普普通通，但佢係通透嘅、清澈嘅、自在嘅。你望出窗外嘅樹，會覺得佢好綠、好精神。你聽到街上面嘅雀仔叫聲，會覺得嗰個好寓意。你聞到隔離屋飄過嚟嘅餸菜香，會覺得嗰個好溫暖。呢啲日常小事，好多人都唔會留意，但你都能夠感受到佢哋嘅美好。呢種狀態就叫做清淨。個心嘅力量係無窮大嘅，呢種力量唔係用嚟爭鬥嘅，係對自己、對世界、對生命嘅一種接納同埋和解。一個真正心靜嘅人，佢唔會成日覺得自己不如人，亦都唔會成日覺得自己好過人，佢就係安安穩穩咁企喺自己個位置上面，唔高唔低，不卑不亢。佢唔需要同任何人比較，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己，唔需要得到任何人嘅認同。佢個心裏面冇高低之分，冇好壞之別，所有發生嘅一切都係生命嘅一部分，卻全部接納，全部經歷。呢種境界你可能覺得好遙遠，但其實好多普普通通嘅老人家，佢哋過住最平凡嘅日子，塊面上面卻永遠掛住一副安詳自在嘅表情。佢哋其實就已經達到呢種境界，只係佢哋自己可能唔知道，佢哋唔識咩高深嘅道理，但佢哋用咗一世嘅經歷修煉出咗咁樣嘅心境。有個禪宗故事講，一位老師傅教一個好聰明嘅徒弟，徒弟讀遍經書法理，講得頭頭是道。有一日徒弟好有信心咁同師傅講話自己已經開悟，老師傅聽咗之後咩都冇講，只係攞起個茶杯開始倒茶，啲茶好快就滿咗瀉咗出嚟。徒弟趕急攔住話，師傅已經滿晒啦，再倒就全部流出嚟噶啦。老師傅呢個時候先放低個茶壺，平靜咁同佢話，你就好似呢隻杯裏面裝得太滿，你自以為嘅知識同領悟，令到真正嘅智慧都冇空間入嚟。你只有將個心清空，先至可以容納新嘅嘢。徒弟聽完呆咗好耐，然後心生高工。呢個故事同60歲嘅人生關係帶得好緊要。你活咗60年，個腦裏面裝住各種各樣嘅經驗、觀點、偏見同執着，呢啲有啲有用，但好多喺你而家嘅人生階段已經變成多餘嘅包袱。你對自己身份嘅執着，對仔女嘅期望，對過去某啲事嘅遺憾，對某啲人嘅不滿，呢啲都係你隻杯裏面滿滿嘅茶水，你要將佢哋倒出去，個心嘅空間先至可以騰空出嚟。你個生活越嚟越沉重，係因為你孭嘅嘢太多啦，多到連你自己都搞唔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啲咩清淨嘅。真正意思就係將呢隻杯清空，唔係叫你唔記得過去，而係叫你唔好再被過去綁住，知道啲咩值得你記，啲咩唔值得你留。你個心要有足夠嘅空間去容納新嘅事物，一朵花開帶嚟嘅驚喜，一陣涼風吹嚟嘅舒服，一個細路仔天真嘅笑容，呢啲微小嘅美好，只有一顆清淨嘅心先至可以接收到。
如果你個心已經滿晒，再好嘅嘢倒落去都會泄出嚟，你根本感受唔到。所以60歲之後，如果你可以一個人安靜咁坐喺公園嘅長凳上面，望住來來往往嘅人群，個心毫無波瀾，只係靜靜地去感受呢一刻嘅存在本身。咁恭喜你，你已經擁有呢個世上最珍貴嘅嘢。呢份清靜係你用60年風霜修煉出嚟嘅，係你汗盡侵犯之後嘅平和，係你同自己徹底和解之後嘅禮物。呢個係好命嘅最高境界。講到這裡，呢5個特徵全部同你分享完啦。瞓得安穩，食得有滋有味，有人相伴，仔女省心，內心清靜。你中咗幾條呢？你可能會諗，我只係中咗1、2條，其他很差好遠，我係咪就冇福氣呢？我一開頭就講過，呢5個特徵唔係話你命中注定有定係冇，而係你可以去修、去培養、去經營嘅。你瞓得唔好，由今日開始學習放低心裏面嘅關愛；你食唔出滋味，由今日開始試下慢慢食用生，去感受食物本身嘅味道。你身邊冇人陪，只能就主動打俾老朋友問聲好。你總係為仔女操心，由今日開始學識放手同埋信任。你個心唔清靜，就每日俾自己10分鐘安靜咁坐喺度，咩都唔做，只係聽自己嘅呼吸。你嘅改變唔需要好大好急，慢慢嚟就可以知足嘅人先至係真正富有嘅人。你有幾多錢，但你成日覺得唔夠，你就係窮人。你冇幾多錢，但你個心覺得好足夠，你就係富人。富與不富睇嘅唔係銀行戶口嘅數字，而係你心裏面嘅滿足感。60歲之後，如果你能夠有個心裏面覺得自己嘅人生已經足夠，已經圓滿，值得感恩，咁你就係呢個世上最好命嘅人。你要做嘅係安安靜靜咁去欣賞你嘅人生，感恩你所擁有嘅一切，珍惜你身邊嘅每個人。呢5個好命嘅特徵唔係上天賜俾你嘅禮物，而係你一世善良、正直、包容所結出嚟嘅果實。你只需要每日好好地過日子，臨瞓前放低一切，安然入睡，起身之後好好迎接新嘅一日食飯。嗰陣時專心品味每一啖餸菜，上路嗰陣時慢慢欣賞沿途嘅風景，對伴侶多講幾聲多謝，對老朋友多講幾句我掛住你，對仔女多講一句你做得好好，應該放嘅就放，應該親嘅就親。你會發現，當你咁樣過日子嗰陣時，嗰啲特徵就會自然而然咁出現喺你身上。人生嘅下半場比嘅從來唔係邊個過得更風光、更轟動，而係邊個活得更安心、更從容、更自在。你個心安定咗，身體自然安穩，身體安穩咗，生活自然舒暢，生活舒暢咗，你身邊嘅人亦都會跟住好起嚟。呢個係一個良性嘅循環，由生活呢個起點出發，一直延伸到生活嘅每一個角落。最後，我想用一個好簡單嘅畫面嚟做結尾。你幻想一個普普通通嘅下晝，你坐喺露台張凳上面，陽光暖暖地照喺你身上，你隻手上面捧住一杯啱啱沖好嘅熱茶，茶香慢慢飄散開嚟。你個伴侶就坐喺旁邊，安靜咁揭住一本書，大家都唔講嘢，安安靜靜。你個手提電話間鐘響一下，係仔女發過嚟嘅訊息，話周末翻嚟食飯。你笑一笑，覆咗條訊息，然後繼續飲你個茶，望住遠處嘅天空。嗰一刻，你個心裏面咩都冇，冇擔心，冇焦慮，冇遺憾，冇恐懼，有嘅只係一片清澈嘅安寧，同一份淡淡嘅溫暖嘅幸福感。呢個畫面非常之普通，普通到你可能覺得呢個算咩？但全世界有幾多人日夜奔波、苦苦追求嘅，其實就係呢一刻嘅溫寧。擁有呢一刻嘅人就係真正好命嘅人。而你或者早就已經擁有咗，只係之前一直冇查過都有，今日開始去查過佢，珍惜佢。60歲以後，願你瞓得很甜，食得很，身邊有人陪仔女省心，內心安寧。呢5點就係最樸實，亦都最深刻嘅好命密碼。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記得轉發俾你身邊嘅朋友同親人，等更加多人發現原來自己一直都係好命嘅人。